黑暗中有声音传来，能够将天意击杀的，绝对不是等闲之辈。让藤直和勇武前往九玉天探查，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。低沉无比的声音中，仿佛带着一丝杀意。竟然敢击杀他们九玉天神阁的神君，还真是有史以来首见。是，大人。黑暗中又一道声音响起，旋即可以在暗黑中看到一双红眼睛以极快的速度离开这里，留下刚刚那位神秘人在此地。不管是谁，都无法逃脱九玉天神阁的追捕。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敢杀了天一。画面一转，又是到了一处空旷的广场上，这里没有任何人的身影，因为这里有着一道巨大的神法大阵，释放出非常可怕的能量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神法大阵之中。如果无法进入神法大阵中，那么就不能进入九玉天通往八玉天的通道。这里的大阵如此强大，有什么办法可以破除？进入里面吗？萧炎看了看这里的大阵，就算是他也无法短时间内将这里的大阵破除，因为这里的神法大阵似乎并不是寻常大阵，应该是神器联盟中的那位大人物布下的阵法，以萧炎如今的实力也无法将其破除。换一句话说，天卫神根本都无法破除此阵法。有，因为我之前就是从八玉天逃到九玉天的，我也是前不久前无意间发现的这里的机关。素素也是将自己知道的信息说出来，他上前几步，来到了一处有些特别的地方，那里摆放着一些非常奇怪的奇石。萧炎一眼就望穿了这些奇石的特别之处，其中有着一道特殊的能量与这里的神法大阵所连接。那堆奇石随着素素的靠近，逐渐的散发出微弱的闪烁光芒，顿时间引动了这里神法大阵的巨大能量。素素见状，直接伸出食指对着其中一颗奇石点了下去，瞬间这些奇石发生了变化，一道光束冲天天际，然后在上空处凝聚而起。片刻之后，这些的凝聚起来的能量又突然的爆开，引得这片天地竟然是发生了剧烈的颤动。萧炎的身躯都是有些东倒西歪，看样子这里的神法大阵之威非常的强大无比，难怪天卫神都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将这里的神法封印破除。随着神法大阵被启动，遥远虚空上竟是凭空出现了一道巨大的白色虫洞，散发出奇异的能量，并且一道天梯也是显现而出，从那白色虫洞中延伸出来，直至地面之上。萧炎震撼地望着这一幕，没想到进入更高一层的玉天竟然有着这样的排场。神奇联盟不愧是神奇联盟，拥有着庞大资源，建造出了九玉天神阁中的一些震撼之物的体现。走吧。素素见状，立马对着萧炎出声道。旋即二人的声音一步一步地踏上这所谓的天梯之上。在萧炎踏上第一阶梯的时候，就感觉到从白洞中喷发出来的精纯神元之气，迎着天梯上不断地弥漫下来。萧炎双眼微闭，感受着来自周围的精纯神元之气，实在是让人感到心旷神怡，精神百倍。看来八玉天的资源比起九玉天的资源明显高了一个档次，简直就是成倍的提高。在萧炎的心里想着，九玉天神阁虽然有9个玉天，可是他们之间的相差却是非常之遥远。九玉天作为最底层，自然是最差最少的资源，所以很多成员凭借着自身的天赋提升实力后，都前往着更高一层的玉天中，继续为自己的实力进行修炼提升。萧炎和素素二人在天梯上一步两步的往上走去，而萧炎更是非常的期待八玉天那又会是多么震撼的一方世界。原本萧炎想要快速进入白洞之中，或许是这里神法大阵的缘故，导致了无法进行飞行。这次想要达到天梯顶端，则是需要3个小时才能抵达天梯尽头，进入白洞中。但是有着无比精纯的神元之气在周围弥漫，萧炎也不觉得很无聊，边走边远，转起自己体内的无色天卫星辰海，将这些神元之气全部吸纳自己的体内。那吸收的速度直接让素素傻了眼，因为他看到萧炎此时如同是一个移动的吞噬之物，将周围的一切能量都吸纳入体，使得萧炎体内的神元之气都是变得磅礴了几分。但是想要让萧炎突破至6重天卫神，那还是远远不够的，毕竟越往后的境界提升则是非常的困难无比，就算以萧炎的这等变态天赋，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对修为的突破。不过就在萧炎与素素二人朝着八玉天缓缓地走去时，2道流光从天而降，出现在了九玉天的玄灵谷的上空，望着下方一片狼藉的模样，再看着整个玄灵谷都被摧毁的画面，简直就是惨不忍睹。这究竟是谁做的？竟然能够在不到半天的时间里就将天意神君的老巢给摧毁，还真是首次遇见。随着光芒散去，2道身影只见的浮现而出，他们身穿各自不同颜色的衣袍，一股尊贵的气势从他们身上无形的散发出来，头戴帝冠，眼神之中都是散发出无比神圣之威。这2道身影所散发出来的气息，是连九玉天中所有成员都无法将其击败的存在，因为他们乃是来自7玉天以及6玉天的2位神君。此前他们乃是接到神秘阁主大人的命令，让他们去九玉天探一探究竟。结果这一来，看到玄灵谷的惨状，他们实在是难以相信，这真的是九玉天神君前所未有都不会出现过的事情。能够将玄灵谷摧毁成这样，说明对方的实力非常强大，甚至仅在一招之间就将玄灵谷中的所有人击杀殆尽。对方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？必须将此人查出来，不然还以为我们神奇联盟是好欺负的，竟然敢与神奇联盟作对，还真是够胆大的。
两位神君的目光在这里扫荡了片刻之后，并没有发现现场有用的线索后，也准备离开此处，到九玉天的其他地方问一问，最近九玉天是否来了陌生人。